奇观误国一般是指那些将有限的资源拿去建造奇观，因此导致贻误国事、错过发展窗口，最后满盘皆输的家伙。高达系列中最符合这个描述的，毫无疑问是迷信决战兵器学说，开发了各种妙妙大玩具，最后被量产机狂暴轰入的吉翁公国了。不过，若说起奇观本身，高达系列也是绝对不缺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在高达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观建筑吧。若要在高达系列当中找一个靠造型狂野、个性十足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那汤纳基发表激情演说的舞台显然是当仁不让。这里是扎比加统治的象征。不过比起奇异 UC 版安土城般的身份，估计大部分观众应该对其鬼之岛一般的奇特造型印象更深。若问起这栋建筑叫什么，就要狠狠挠头了。实际上，这座吉翁公国首都兹姆市的地标建筑正式名称为兹姆市公王厅。不过这个名字其实也只是在将其制作成10万模型时，制作方一拍脑袋想出的名字。傅爷本人对此的说法则比较含糊，称其像是议事堂或中央官厅之类的建筑。另外，这座堪称宇宙世纪人类建筑学瑰宝的建筑，其实正是傅爷本人设计的。银色的尖刺搭配让人联想到邪恶的黄色眼睛形状的窗户，这如同邪恶反派老巢一般的造型，就连傅爷本人在日后也表示，当初好像画的有点太敷衍了。只看这幅造型的话，如果将其描述改为恶之军团吉翁星人的老大德金扎比及其麾下吉翁暗黑4天王的居城，囚禁着大量其他星球平民作为劳动力，这样非常奇幻风格的描述似乎也是毫无违和感。拜此诡异的造型所赐，多年来也有相当多二创脑补出这东西突然拔地而起，长出双脚，化身最终魔王的模样。而更夸张的是，到了安彦良和执笔的 GTO 版本中，其造型被更进一步夸张化，规模和复杂程度得到倍增不说，正中心疑似怪物面部的构造被刻画得更加具体，给人一种内部封印了什么怪兽的感觉。不过在故事中，这栋建筑的寿命意外的远比吉翁公国的国佐要长久得多。1年战争中，卡尔玛被算计后，葬礼便是在这里举行的。基连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也都在这里发表。雷比尔将军制定星1号作战时，原本是将抵达这里及攻陷吉翁本土作为最终目标，而吉翁公国这边为了掩盖战况不利，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事实，甚至对首都进行了反向的灯火管制，要求无人的建筑也要打开照明，营造出热闹喧嚣的假象。只不过在阿巴瓦库作战后，扎比加全员领便当，吉翁公国眼见大势已去，迅速滑轨，与联邦签订了终战协议，令这座魔王城及其所在的兹姆市得以免受战火摧残。之后，吉翁本土便远离了故事的主舞台，这座公王厅本身被改造成了1年战争纪念馆，直到吉翁共和国都已不复存在的 UC0153年依然屹立不倒。甚至之后的宇宙战国时代中，还有一个自称卡尔玛扎比3世的独裁者占据了这里作为自己的据点。可以说，在吉翁的诸多造物里，这座魔王城也是最长寿的那个。而与兹姆市公王厅靠造型抓住眼球不同，还有一些奇观建筑是靠自己在故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时而作为故事舞台，时而化身质量兵器的殖民地卫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诸多殖民卫星群中，实际仅有2颗在故事中露面的赛德7尤为突出，因为这2颗都是重量级。其一是阿姆罗和卡缪故事开始的青之诺亚1号，其二是著名的殖民卫星镭射格里普斯2。前者是高达系列故事开始的地方，是宇宙世纪历史转折2次的特异点；另一个是高达系列的老资历地图炮之一，在故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年战争期间，地球圈的大半宙域都因不列颠作战和罗姆战役的影响，不是被吉翁军肃清占领，就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只要位于月神2号防卫范围的赛德7依旧处于联邦军的势力范围内，表面上这里被当作疏散地对待，居民中老人和儿童的比例很高，而暗地里联邦军看重殖民地的环境以及距离吉翁大本营赛德3较远的地理优势，在此设立了 MS 性能实验场，用来测试微计划制造出的高达等机体。阿姆罗也因此随着自己的父亲从地球来到这里，于是在 UC0079年9月，这堪称万恶之源的一天，夏亚带着小弟潜入这里，发现了联邦的 MS 进行袭击。混乱中，阿姆罗偶然坐上了高达，人类历史上首次 MS 之间的战斗便在这里打响了，最终吓得坑队友光环初见端倪，2名小弟就此成了元祖的刀下鬼。这一事件也被称为赛德7遭遇战。
在当时的混战中，殖民地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最终平民为了避难，都被收容进了港口中的白色基地。此殖民地随后被废弃。1年战争结束后，联邦对被吉翁军摧毁的各个赛德进行了重建，赛德期也恢复了适合居住的环境。然而，或许赛德期真是什么风水宝地，因0083年迪拉兹纷争的影响而成立的联邦军精英部队提坦斯，再次将其做了新型 MS 开发的掩护地。考虑到提坦斯对于元祖高达的造神行为，这个选址大概率也包含着图个吉利之类的意图吧。到了 UC0087 年，此时1年战争中被毁的殖民地改名为青之诺亚1号。在为 UC 宇宙贡献了阿姆罗之后，这颗殖民卫星又诞生了第2位主角——妇科圣手卡缪。而夏亚也在化名库瓦特罗后，再次带着2位小弟潜入这个和他颇有姻缘的地方。由于这次身在主角阵营，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高超的拐带未成年人技巧，成功将卡缪以及提坦斯开发的2台高达马克兔夺走，实现了对这座殖民地的双杀。作为赛德期一门双至尊的另一半，青之诺亚2号，也就是日后的殖民卫星雷射，给人的印象恐怕还要更深一些。它原本是将2个密闭型殖民地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主要建有提坦斯的军事基地和兵工厂，而大善人巴斯克为其赋予了格里普斯的别称。Z 塔高达的主线故事格里普斯战役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在战争的后半段，它再次被分离为2级，其中被称为格里普斯1的部分从此成了无人关心的小透明，而另一半则被改造为了大名鼎鼎的殖民卫星雷射格里普斯2。提坦斯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打压殖民地势力，那么恐怕没有比将他们赖以为生的殖民卫星改造成能将其一击毙命的战略兵器还要杀人诛心的手段了。只不过在之后的决战中，格里普斯2的控制权被奥古夺取，哈曼和希洛克甚至以其林立着激光震荡器的炮管内部为舞台，针对夏亚上演了一场男女混合双打。受此影响，之后大量的高达游戏都会将这个场景作为地图。之后，格里普斯2成功开火，重创了提坦斯的舰队，这也成了整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环。不过，由于夏亚等人的破坏，格里普斯2的内部构造受损，在战后一度被抛弃。但后来联邦军还是暗中将其修复，而其下一次亮相便到了0096年。此时，格里普斯2的发射权被转移到地球的军事基地管控。没错，就是那个在小说里承受了阿姆罗连天炮火的夏延氏。为了保护毕斯特财团的权益，他被作为阻止拉普拉斯之河公开的最终手段，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将盒子及其所在处一并抹消。只不过格里普斯2大概也是跟神棍有缘，上次发射时遇到了 UC 最强死灵术士，这次他要面对的则是2只神棍兽——独角兽、暴桑女妖以及盾牌浮游炮，展开了3层精神力屏障挡下直击。独角兽高达也在这一过程中进化成了更加神棍的结晶兽。此后，格里普斯2便再也没有使用记录了。不过，直到宇宙战国时代，由于其庞大的体积，似乎依然被一些势力当作据点来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奇观，其本身就成了构筑起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之中最经典的例子，当然就是我最爱的基复国中出场的轨道电梯了。如果说 UC 的故事是地球压迫宇宙殖民地，因此导致连绵不休的战乱，那么 RC 的故事就是倒反天罡。在经历了 UC 末期人吃人的乱世后，由宇宙殖民地居民反过来圈养地球居民的故事。首先，人们创造了宇宙脐带教，通过宗教手段将地球上的科技发展以及各种化石能源的使用都列为禁忌，并将光子电池作为唯一通行的能源，形成了由金星地球圈制造光子电池，月球的永鹤殖民地运送光子电池，最后经过轨道电梯输送给地球，分配给地球上各个国家的体系，通过在能源上卡地球脖子，限制地球上科技的发展，从而实现地球环境的再生。某种意义上是夏亚执行的地球寒冷化作战的 Pro Max 版。RC 的一切故事可以说都是因轨道电梯而起。地球势力中的激进派不满宇宙殖民地对于能源的独占，居住在宇宙殖民地中的居民在漫长的漂泊之后，也出现了渴望回归地球的声音。故事本身也随着轨道电梯前往宇宙，最后又随着轨道电梯回到地球，可以说是整部动画的主轴一般的存在。另外，抛开这些世界观设定不谈，轨道电梯本身的美术设计也实在是非常惊艳壮观。离开地球之后，每一节环战都有着不同的颜色与涂装，在剧场版中更是专门制作特写画面来展现这些讲究的小细节。那么在高达系列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奇观建筑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